留学或是海外工作归国的小伙伴们，周围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哎呦，出去喝了点墨水，话都不会好讲拉丝的啦，还老带个英文，哎呦！哎，你们留学生是不是觉得说话一定要带一个英文才觉得自己牛逼啊？哎 ，Hello， 你都不知道人家曾经的留学环境、生活环境、接触的人是怎样的，上来就说人家装逼啊？咋地？一定要告诉别人你土鳖，你骄傲，你无知，你最厉害啊，是吧？以上言论呢，只针对杠精，而对于我们说得通的各位小可爱们啊，我们必须要秉承着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的精神，要跟大家来捋一捋这个现象背后所代表的 ABC。为什么呀？首先啊，我们要知道说，正常的说一句话，这一个行为，我们大脑要经历以下几个过程。首先，你要构思你想要说的内容，然后呢，针对你想要表达的内容，你的大脑会在你的已知词汇当中筛选和表达内容相关的词汇，再根据你当下所处的语境和使用习惯进行排列组合，最后才是通过说话这个动作来进行完整的输出。也就是说，一句话的完整输出一定会经历刚刚的4个步骤，以此可以来解释海外留学党的中英夹杂的情况，那就是在最终输出的前3个环节上出现了和中文母语使用者或者是纯中文语境不同的思维模式。哦，是这样啊。第一，有可能他所接触到的这个词汇一开始就不是中文，而是英文。比如说，留学党考试期间经常会互相问说，你这个 assignment 几道丢啊？这中间的 assignment 和丢作为高频词汇，经常出现在日常交流和学校公示文件和邮件当中，所以这样的状况也促使他们更加频繁地使用这样的词汇，穿插在自己的母语使用当中，即便对方是相同的母语使用者。单单这样一个步骤就可以减少2次转码，也就是从英文到中文再进行语序排列的时间，省时省力，而且沟通精准。并不是想要做，而是翻译汉字脑子还是时间效率还低 ，OK？第二点，有可能他并不是海外党或者是留学党，但是他所处的学习和工作环境当中有大量的外来词汇和缩略词汇存在，比如说外资、4大等跨国企业，或者是修习 MBA、医学、国关、国际法等专门类课程的人士，他所涉及到的职场术语、数据项目、专门词汇、缩写和理论等等，几乎都不是中文。所以你也会发现，这些企业所出具的报告或者是高校发行的学术类期刊当中，如果出现中文专业术语，一定会用括号标记他们的英文名和缩写。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些词的原始词汇就是英文，而中文只是转码之后的词汇，目的是为了方便非专业人士理解他们所表达的内容。所以大多数的专门业者和从业人员会优先使用原始词汇和缩略词穿插在自己的母语表达当中，以达到完整沟通的目的。哦，是这样。举个例子，投行和咨询公司会用 SWOT 分析法来分析预测行业前景，又或者说我们会称亚太经合组织为 APEC， 称美国航天局为 NASA， 称东南亚国家联合为 ASEAN 等等。根据前面的解释思路，你会觉得是转成中文说省事，还是直接穿插英文说来省事呢？答案肯定是后者。对呀。言而总之呢，这期内容讲中英混杂的原因，除了解释中英或者是多语混杂使用的现象以外，更重要的是为了打破大家对于语言转码和使用的迷思。伴随着我国国力的提升和国际化进程加快，双语或者多语夹杂使用的情况，甚至可能会成为职场甚至社会的常态。别跟我杠，哎呀，我就是要说中文。哎，杠只能说明你不懂，还不想被别人知道你不懂。但是你不要忘了，你杠就是要告诉别人说你不懂，可是你不怂。那我可不管你爽不爽，沟通双方能听懂就爽就行了。那么本期内容就到这里，记得订阅、点赞、收藏、投币哦。我们下次再见，拜。